這或許會顛覆我們對宇宙的所有認知。歐几里得太空望遠鏡甫一亮相，便向人類展示了前所未見的宇宙畫卷。在超過120萬個星系中，隱藏着驚人的結構與線索，簡直讓人瞠目結舌，仿佛打開了一本未曾翻閱的宇宙百科全書。歐几里得望遠鏡的首次主要數據發布，就像是一場精心準備多年的盛宴，終於端上了天文學家的餐桌。這批數據不僅覆蓋範圍廣闊，而且細節豐富，讓科學家們得以一窺數十億年間星系如何誕生、演化，甚至消亡，填補了過去觀測中留下的大片空白。這次觀測帶來了一連串令人振奮的新發現，一些從未在之前探測任務中現身的宇宙結構浮出水面，其中包括極其稀有但異常活躍的星系系統。同時，這些數據也為我們追蹤宇宙最神秘的天體——超大质量黑洞提供了早期的蛛絲馬跡，幫助揭開它們如何誕生並持續增長的謎團。這是一次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它的價值不僅在於引人驚嘆的畫面或新奇發現，而在於它首次提供了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既大規模又高精度的數據，使得那些原本只能在計算机模型中推演的星系演化理論，終於可以拿真實宇宙中的樣本來檢驗、修正甚至重塑。在今天的視頻中，我們將一起揭開這批宇宙新數據的面紗，探討它們背後的科學意義，它們將如何改變我們對星系和黑洞的理解，並展望下一階段可能帶來的更多突破。那就让我们馬上進入正題，帶着好奇與驚嘆，一起踏上這趟穿越星海的探索之旅吧。歐几里得望遠鏡的快速數據發布1號雖然只佔整個任務數據量的冰山一角，僅 0.5%， 卻已經囊括了超過120萬個龐大星系的詳細圖像。這些圖像憑借高分辨率與廣域視野的結合，填補了過去兩種主要觀測方式之間的空白，既不像哈勃那樣只看得深卻視野狹窄，也不像地面望遠鏡那樣只能掃得廣卻看不清細節。歐几里得恰好取其精華，避其短板，這種高分辨率與大市場的完美融合，正是歐几里得望遠鏡設計之初就確立的核心目標。從這批初始數據的表現來看，它已經不負眾望，精準地實現了這一設想，讓人們對後續數據更加充滿期待。其中最令人矚目的一項發現，來自那些看似平靜的早期星系、橢圓星系和透鏡狀星系。研究人員驚喜地在它們之中發現了數以百計的星系，竟然擁有刺激的、明亮的核心結構，就像一個星系中藏着另一個縮小版的星系核心，堪稱宇宙套娃。這些刺激星系核可不是簡單的點綴或背景噪音，它們不是宇宙的邊角料，而是蘊藏着真實物理過程的活躍核心結構，有着極強的科學意義。這些核心區域結構高度集中，密度驚人，很可能是由較小星系在過去的某次合併事件中闖入宿主星系後留下的遺跡，就像兩個城鎮合併後，仍能看到原有城市中心的影子。這種結構的存在就像抓拍到星系成長過程中的中間態，它們為我們提供了罕見而寶貴的證據，說明有些星系在演化中正處於融合未完成的階段，就好比兩滴水滴剛開始合併，還沒完全融為一體。由於幾乎每個星系的中心都潛藏着一個超大質量黑洞，這些次級星系核可能也自帶自己的小型黑洞，當它們逐漸靠近主核區域時，最終很可能與中心黑洞相遇、合併，形成一個黑洞雙星系統。這為我們研究黑洞如何通過合併變得更大，提供了重要的觀測基礎。除了次級和新的發現之外，歐几里得還識別出65個極為獨特的星系，它們發出的光譜中充滿了高度電離的發射線，說明這些星系內部正在經歷極端高能的天體物理過程，可謂宇宙中最激進的存在之一。這些高度電離的信號通常來源於非常劇烈的天文現象，比如黑洞周圍猛烈吸積物質所釋放的能量，爆炸性恆星風撞擊周圍氣體形成的衝擊波。
或者是那些壽命即將結束、質量極高的恆星發出的最後一口怒吼。雖然科學家們早就知道宇宙中存在這種類型的星系，但在僅僅 0.5% 的數據中就能發現數十個，實屬令人驚訝。這也意味着，隨着後續數據展開，歐几里得有望揭示出一個規模更大的高能星系族群，為高能天體物理學打開一扇新窗。一旦收集到足夠多這樣的星系樣本，天文學家就能像繪制城市地圖一樣，畫出這些高能系統在宇宙中的分布圖，不僅能看出它們何時活躍、何地集中，還能揭示它們與宇宙環境之間的深層關係。此外，歐几里得也讓我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矮星系的真實面貌。這些體積小、亮度低的星系在宇宙中數量众多，就像沙灘上的沙粒，但由於它們太暗，過去的望遠鏡往往難以捕捉細節。而這一次，歐几里得做到了。借助其出色的靈敏度，歐几里得望遠鏡揭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即使在宇宙深處，離我們數十億光年的地方，矮星系依然大量存在。對它们的初步形態分析顯示，大約 58% 屬於結構比較圓滑的橢圓類型，而其餘 42% 則形態不規則，形似宇宙碎片。在這些矮星系中，還有不少呈現出緊湊的藍色核心，甚至含有密集的球狀星團。這類結構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其內部動力學和恆星形成機制的窗戶，就像窺視它們心臟跳動的節奏。矮星系就像宇宙建築中的磚塊，是構成大型星系的基本單位。研究它們的類型和分布，不僅能揭示它們自身的命運，也幫助我們回溯更宏大的宇宙建構過程，從最初的星雲碎片，到像银河系這樣龐大的星系，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而來的。令人驚喜的是，僅僅在這區區 0.5% 的初步數據中，歐几里得就已經展現了驚人的實力。它不僅能捕捉到那些以往難以觀測的微弱結構，還能清晰呈現星系的中心特徵。這些正是研究其演化軌跡的核心密碼。更重要的是，它的覆蓋規模足夠大，既適合深入個別研究，也適合建立統計模型，做到廣度與深度兼備。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成果的意義不在於發現從未見過的新物種，而在於它們為我們認識那些已知的星系和黑洞提供了更深一層的上下文。換句話說，它們是幫助我們把拼圖一塊塊拼上去，讓宇宙演化的大圖景更加完整、更加連貫的關鍵拼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發現就像找到了一本遺失已久的宇宙編年史，它們為我們補上了許多星系生命周期中的空白章節，包括它們是如何出生、成長、變形，乃至於在宇宙不同年代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我們對星系的理解大多依賴於一種經典分類法——哈勃音叉圖。這種方法根據星系的外形結構，把它們分為漩渦狀、像銀河系那樣橢圓狀、透鏡狀和不規則型。但這只是看得見的外觀，仍無法揭示星系背後複雜的形成過程與演化歷史。換句話說，音叉圖就像給星系貼了標籤，卻沒告訴我們這些標籤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它描述的是結果，而不是过程。我們知道了星系長成这樣，但不清楚它們怎麼變成這樣的。而歐几里得的觀測正是打通這兩者之間斷裂的橋梁。他提供的數據不僅告訴我們星系現在長什麼樣，還通過數量龐大的樣本，在不同宇宙時期中追蹤它們的變形史，讓我們第一次能把長相和成長過程聯繫起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大量發現的刺激星系核，它們不僅是結構上的奇觀，更可能是解開超大質量黑洞成長之謎的關鍵線索。就像找到了一批黑洞少年時期的照片。此前的理論普遍認為，黑洞的體積之所以不斷增長，是靠吞噬氣體和與其他黑洞合併，但這一說法一直缺乏大樣本實測的支撐。現在，歐几里得憑借龐大的星系數據庫，
讓這些合併過程第一次在大範圍內得以現場追蹤。隨着在數百個大型星系中反覆探測到這些緊湊的刺激核心，科學家終於可以在統計層面建立起星系合併與黑洞合併之間的明確聯繫，這為我們勾勒出超大質量黑洞形成的主路徑打下了堅實基礎。這些高度電離的星系其實像是宇宙中的實驗室，它們提供了一個窗口，讓我們得以窺探所謂的反饋機制，也就是恆星和黑洞活動如何影響周圍環境的過程，是理解星系命運的關鍵環節。簡單來說，反饋就是恆星爆炸，黑洞釋放的巨大能量像一股宇宙風暴，它會加熱周圍的氣體，甚至把气體整個吹走，從而阻斷新恆星誕生所需要的原材料，就像一陣強風把火種吹滅，燃燒也就停止了。如果這次發布的數據能代表整個任務的趨勢，那就說明強烈反饋造成的星系氣候变化比我們原來想象的要普遍得多，甚至可能是星系停止形成新恆星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家們正在研究這些能量到底如何隨着星系的大小、所處的宇宙環境以及不同年代的宇宙演化背景而发生变化。這些信息对於改進現有的恆星形成簇滅模型至關重要。也就是說，為什麼有些星系突然就不再誕生新星了？這一謎團或許正在被揭開。而關於矮星系的發現，也同樣掀起了不少學術界的波瀾。別看它們小，它們的信息量可不少。一旦深入研究，就像是在微觀世界中找到了解宏觀規律的鑰匙。按照過去的主流觀點，矮星系就像宇宙的積木塊，最終會不斷合併成更大的星系，就好比小村莊最終匯聚成都市區，這是星系成長的標準劇本。然而，歐幾里得早期的數據打破了這個單一路線圖。我們看到大量的矮橢圓星系，這說明橢圓形態可能並不總是合併的產物，也可能源於某些特定的環境因素，或是早期宇宙中一次密集、快速的恆星大爆發。這給傳統理論敲響了警鐘，也拓展了研究思路。換句話說，我們過去畫出的星系成長路線圖可能只是宇宙眾多路徑中的一條。歐幾里得的數據讓科學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還有其他隱藏的演化方式。他們現在得把更多變量和可能性放入計算中。這些看似細微的發現，其實都對整個宇宙學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星系的形成、變化和相互作用，正是我們理解宇宙整體結構和演化過程的基礎磚瓦。星系的命運並不是孤立的，它們與我們看不見的幕後黑手、暗物質，還有構成宇宙骨架的大尺度結構，以及宇宙膨脹的速度和節奏，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研究星系的演化，其實就是在解碼宇宙的整體運行機制。歐幾里得的一大優勢是他不僅看得遠，還看得均勻。在拍攝覆蓋廣袤星空的同時，他能在不同方向上保持穩定的分辨率和圖像深度，就像用同一個高質量鏡頭拍了一張完整的宇宙全景照。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觀測一致性，讓歐幾里得成為檢驗宇宙理論的金標準工具。科學家終於能擺脫過去數據碎片化的問題，真正站在宏觀層面去分析宇宙規律。如今，借助歐幾里得的天眼，我們可以在宇宙級別上更加準確地追蹤星系的外形變化、恆星誕生的節奏，以及星系是如何在引力作用下聚集成团的。這些模式的識別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整體構造與演化節奏。初步的研究已經證明，歐幾里得的數據極大地充實了我們對宇宙網中星系行為的理解。它們如何在這張看不見的宇宙蜘蛛網中慢慢長大、互相吸引、合併、互動，這一切如今變得更加有據可依，更具可視化。其中一個最具突破性的轉變是，我们不再像過去那樣聚焦在幾個樣本星系身上，而是可以一次性分析成千上萬個星系。這種從個案研究走向人群分析的轉變，為科學推理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堅實的統計基礎。
以前，科學家像是在研究宇宙局部，現在則可以查看整體。他们能同步对比几十萬個星系的屬性、位置、年齡和結構，而不再只是依賴幾個圖像清晰的明星星系來推斷宇宙規律。這大大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這種大數據級別的尺度，堪稱革命性突破。它讓我們更容易識別出星系演化的普遍趨勢，也更容易篩選出那些特立獨行的稀有天體。同時，它還幫助科學家分析不同環境和不同時代下，星系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性格與命運。在黑洞研究方面，歐幾里得發現的這些次級核心堪稱藏寶圖，它們或許正是未來黑洞合併事件的前兆。科學家現在終於可以開始編寫一個龐大的黑洞合併候選目錄，為即將到來的重大發現做準備。更令人激動的是，這些潛在合併系統還能與未來探測到的引力波數據進行比對，這意味着我們可以把看到的和聽到的宇宙信號結合起來，把電磁波觀測與空間干涉儀的引力波信號真正對接，實現全新的多信使天文學。如果歐幾里得接下來的觀測還能繼續以當前的高效率發現次級星系核，那麼它將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黑洞合併研究平台之一，幾乎相當於我們第一次擁有了追蹤超大質量黑洞成長史的真實錄像帶。那些高度電離的星系可不只是靜態圖像，它們像是正在上演大戲的舞台，隨時都可能帶來新的驚喜。正因為它們活躍而異常，科學家現在就可以挑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個，立刻啟動後續觀測，深入研究這些星系到底在經歷什麼劇烈變化。利用更深入的光譜數據分析，科學家們可以解開這些星系身上的謎團。它們那強烈的能量究竟是由活躍的黑洞驅動的，還是來自高速撞擊的衝擊波，亦或是瀕臨爆炸的大質量恆星在進行宇宙級謝幕？每一個答案都可能帶來新的理論突破。更進一步，如果我們能把這些高能星系在宇宙中的分布像地圖一樣畫出來，尤其是標明它們在不同時期、不同时空下的出現頻率，那我們就能判斷宇宙歷史上哪些時段是高能活躍期，這些環境又是如何改變星系中的氣體分布，影響恆星誕生的節奏。別小看矮星系，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成為歐幾里得項目中最具長期學術價值的一部分。它們不但數量龐大，而且結構多樣，是理解宇宙從小到大演化邏輯的關鍵拼圖。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矮星系的情緒特別敏感，它們對引力拉扯、宇宙周圍環境的變化反應非常劇烈，因此它們的形狀、顏色和內部構造往往可以作為宇宙早期生活的線索，揭示它們是如何被更大的星系吞并、破壞或保留下來的頻率和機制。現在，歐幾里得可以在廣闊的天空中穩定地識別出這些微弱但重要的矮星系群體，這為科學家解決一個老大難問題提供了新工具。到底在銀河系這樣的大家伙形成過程中，有多少小矮星參與了建設？我們終於有望給出有統計學依據的答案。展望未來，隨着任務的全面展開和後續數據逐步解鎖，我們將看到數據量呈指數級增長。現在看到的只是整個宇宙寶藏中剛露出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金礦還在後頭。整個歐幾里得任務將持續6年，最終目標是繪製一張涵蓋數十億個星系的宇宙地形圖。這將讓科學家前所未有的精準測量每一個星系的形狀、結構密度是否成群結隊，以及它們核心區域是否有活躍的能量活動。一張真正的宇宙百科地圖即將誕生。數據越多，宇宙中的規律就越清晰。天文學家將首次能把一個個星系的性格，比如它們是活躍還是沉寂、年輕還是老化，與它們在宇宙蛛網中的位置做精準對應，從而揭示環境與星系命運之間的深層邏輯。不僅如此，歐幾里得拍攝的高質量圖像還將成為訓練人工智能的最佳數據集。科學家可以借助機器學習，實現對成千上萬星系的自動分類，
識別那些長相奇怪的例外對象，並繪製出星系如何隨着時間推移而緩慢演變的趨勢曲線圖。隨着海量數據的持續積累，歐几里得項目將逐步建立起一個前所未有的綜合宇宙模型平台，把圖像觀測、光譜分析與理論推演三大核心手段整合成一個大系統，讓我們更全面地看清星系在宇宙生命週期中生老病死的全過程。即便只是起步階段，歐几里得已經徹底改變了天文學家研究星系演化的工作方式，從少量樣本分析變成了海量數據處理，從靜態圖像分析轉向了動態演化模型的建立。這些發現已經證明，歐几里得的真正強大之處不僅僅在於他看得遠或看得清，而在於他能又遠又清地觀察大範圍星空。這種技術上的突破，讓我們能同時看清星系歷史中的大趨勢與小細節，揭示那些過去隱藏在宇宙深處的微妙線索。這一小批首次公開的數據，就像打通了一條通往新宇宙觀的大門。它讓我們重新理解星系是如何誕生、演變、合併、再生的。很多過去的假設，如今正面臨被更新甚至推翻的可能。而隨着任務的推進，這些初步的星系線索將被填補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宇宙全景圖，一張真正意義上從億萬年前到今天描繪星系命運軌跡的宇宙時間軸，這才剛剛拉開序幕。隨着數據源源不斷地送回地球，我們可以預見，接下來的每一年，甚至每一個月，歐几里得都將不斷刷新我們的宇宙認知，為星系演化史寫下越來越多精彩、震撼的篇章。